你可知道老沙竟然放弃了逃跑的机会，主动进入了监狱。话说老沙这个人作为敌人，虽然阴险狡诈、不择手段，而且很有野心，但是作为同伙，老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老大。他的手下们很多对他忠心耿耿，人气小萝莉妹子黄金周就是老沙的忠实门徒之一。在报纸上得知老大以及社团成员被海军逮捕，妹子黄金周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准备去监狱解救老沙。Mr. 5和妹子情人节试图阻止小萝莉的疯狂行为。你知道监狱是什么地方吗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监狱岂是儿戏。然而很多时候，正因为小孩子思想单纯，没有复杂的想法，才能很快付诸行动，将本来不可能的事情推波助澜至成功。妹子黄金周用黄绿染料俘获一只翼龙，翼龙成为黄金周的朋友。黄金周骑着翼龙向老沙所在的监狱飞去。Mr. 5和妹子情人节放心不下黄金周，于是也跟了上去。一行三人经过了小花园，看见正在徒手搏斗的东丽与布洛基，这两人怎么还没有和好？不久后，突然迎来了暴风雨天气。黄金周画在翼龙身上的黄绿色染料被雨水冲刷掉，翼龙清醒过来，将黄金周三人从空中丢下，三人刚好落在了附近的一座度假岛上。黄金周很开心，刚落地后就直奔贩卖冰激凌的小摊儿。妹子情人节和 Mr. 5嗅到了危险的气味，岛上不仅有海军巡逻，还有被称为黑蓝的海军本部上校缇娜，以及他新招募的两个痴汉手下铁拳芬布迪、催眠师赞高。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搜捕巴洛克工作社的残党 Mr. 3。黄金周三人绕开了缇娜的部队，他们在小巷的墙上看到了 Mr. 2冯克雷的通缉令。之前小冯为了掩护路飞被缇娜抓到过一次，现在看来冯克雷已经逃跑了。为了隐藏身份，黄金周三人乔装打扮一番，变成了观光游客。不过这变装最终没能骗过缇娜。海军通过拷问巴洛克工作社的处罚者二人组，对巴洛克工作社成员的外貌特征早已了如指掌。乔装后的黄金周三人刚一亮相，缇娜就认出了他们。缇娜出手了，眨眼间就抓住了妹子情人节。Mr. 5和黄金周趁乱逃走，情人节被俘虏。缇娜命令手下捆起妹子情人节示众，并贴出告示：黄昏之前，如果 Mr. 5、妹子黄金周和 Mr. 3没有投案自首，将公开对情人节实行绞刑。好巧不巧的是 ，Mr. 3也在这座度假岛上。此时他悄悄来到海岸边，正准备起航溜走，忽然岸上传来一声低吼：“给我等一下！” Mr. 3定睛一看，来者竟然是 Mr. 2冯克雷。冯克雷教训了小三一顿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同僚一起不能丢。海岸边，妹子情人节被绑在这里示众，等待黄昏时刻处以绞刑。这时，有神秘老铁给缇娜刷了一枚大火箭。缇娜仔细一看，是被五花大绑的 Mr. 3。小三旁边有一面白旗，上面写着“我要自首”。海军喜出望外，以为双喜临门，巴洛克工作社两个干部连续落网。突然，小三发飙，跳起来打倒了芬布迪和赞高。原来这个小三是冯克雷变化的，他特意赶来解救妹子情人节。缇娜见状，脱下斗篷，准备会一会这个巴洛克工作社的高级特工。缇娜不愧为海军本部上校，体术根本不逊色于小冯。躲在一旁观战的 Mr. 5和妹子黄金周趁乱救走了情人节。黄金周用背叛黑染料抢夺了一艘军舰，三人驾驶军舰火速赶到了海军的海上拘留所。被涂上背叛黑染料的海军假意逮捕三人，黄金周三人顺利潜入了拘留所内部。拘留所内包括克洛克达尔在内的巴洛克核心成员都被关在这里，他们应该是在等待被送进推进城监狱。老沙带着手下狠揍了拘留所的其他犯人，成为拘留所一霸。黄金周三人潜入进来，打开牢门，救走了 Mr. 4等人。而傲娇的老沙表示，越狱什么的最无聊了，自己还挺喜欢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Mr. 1跟随老沙留在了看守所，黄金周和其他成员乘船逃走。临行前，黄金周使用能力绘出了梦幻七色彩虹，这个染料能力可以使人变成自己内心想要的样子。老沙变成了海贼王，这算是黄金周临走前送给老沙的最后礼物了吧？不过老沙明显不太适应，显得很尴尬。黄金周一行人漂流到了某个荒野，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，大家动手改造，将房子改造成了咖啡店。妹子黄金周成为这里的画家，大家过上了平平淡淡的生活。如果这里不是一家黑店，这个结局还是蛮好的。另一边，冯克雷最终没敌过缇娜的能力，与 Mr. 3双双被抓，丢进了老沙所在的拘留所。
后面的剧情大家就知道了。老沙四人被送进了海贼大监狱推进城，直到路飞闯入推进城，老沙四人才得以越狱重建世界。最后，除了冯克雷被麦哲伦抓了回去，其他人都成功的逃出了推进城。